这件是2092号明代的黄地儿绿彩双龙细朱纹的瓷砖啊。我们刚开始呢，我们是把它定义为瓷板，后来经过我们这个专家老师的这个仔细的查阅啊，就是说瓷板呢它不会有这么厚啊，看到没有？看一下这个厚度，瓷板它不会有这么厚，所以呢我们把它叫瓷砖。瓷砖呢，但是我们又看了一下啊，这个瓷砖它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就是给它铺在地上的那种瓷砖。我们觉得它应该还是一个陈设用的，比如说在墙面上的这种，就是作为陈设用的一个瓷砖吧。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上面的绿彩和黄彩啊，它都是属于低温釉。这个人如果走来走去的话，它是有很快就会把它磨损的哈。所以呢，它应该还是作为陈设的一件瓷砖啊，非常的漂亮，黄地儿绿彩的双龙细朱纹啊。然后这个周边呢是配以这个祥云，这个怎么说呢？它的这个烧造来说，它也是工艺非常的复杂。那么它前后是经过了2次的一个烧造。首先它的胎体非常的厚啊，那么在这个色胎上面，刻画出这个纹饰啊，这个纹路啊，进行一个高温的烧造。而且我刚才说它的这个厚度是非常的厚的，所以说它的温度一定是要非常的高，而且就是才能把它瓷化透，对吧？才能把它瓷化透。然后呢，第2次呢，在这个就是刻画的这个纹路的基础上，我们去给它涂上这个绿彩，在纹饰上面涂上绿彩。那么在纹饰之外呢，我们是把它这个涂上这个黄釉啊，然后入炉进行第2次的这个低温烧造。所以说它的烧造其实是非常的复杂，前后2次的这个烧造，并且呢还有这个刻画的画工在里边，非常的难得啊。明代的东西还是挺难得的，我觉得。对。没事，我来看下一件是什么。那么这件东西大家注意啊，这个形状看见没有？它是个梯形的，底下宽，上面窄啊，说明这件东西呢，它应该是一个镶嵌件啊，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说一个瓷板。就往那个插座屏上一镶就好了。这是镶嵌，比如说墙面啊这种比较厚实的一种啊，这个载体上啊，所以这件东西呢，难能可贵的就是刚才我们董小姐讲了，它这个呀这么厚啊，要把它完全瓷化，的确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用手轻轻的扣一下，就可以听到它那种。我们讲叫金属的声音，啊，金属的声音。所以这个要能达到金属的声音的话，它不瓷化，就像我们讲陶一样，你什么时候在陶器上能够轻轻扣一下，能出现金属声的，它一定是发闷的，而这个声音是清脆的，那说明它的瓷化程度到了，是吧？这是第一。第2个呢，就是它这个上面的纹饰都是事先已经设计好的，这个平面上已经刻好了。然后再2次的再加这个彩，所以它的工艺是复杂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烘烤的过程当中，它的温度一定要把控得很好。如果把控不好，这个上面的颜色呀，就会整个颜色就会烧坏啊，因为它是低温的啊。黄是用的这个赭石山羊花铁呈黄色调，绿是氧化铜做成色剂成绿色调，这种颜色的搭配，实际上是在我们明代的永宣时期啊，就有一种黄地绿龙的绿粉啊，这个瓷器了。这种工艺啊，最初也是叫龙杆珠的这种纹饰的出现，龙杆珠的出现。那么从宣德以后啊，这种绿粉的工艺啊，又发生了变化。从成化开始，是直接在素胎上刻纹饰，而不是把它堆起来，用瓷泥啊把它堆起来，而是在平面上刻。刻好了这个纹饰以后呢，然后再在上面加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啊，镜头上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扎斗也好，盘也好啊，还是这个碗也好。
它都是先在素胎上刻好，而且它是平面的刻，而不是把它堆起来。所以工艺和宣德相比啊，陈洪正这一段时间，他基本上是按照这种工艺来做啊，而是跟宣德不一样，宣德要比它复杂的多啊。他们这个呢，相比较宣德又要容易些。那么这种工艺呢，陈洪正以后啊，嘉靖时期依然还稍早，但是嘉靖以后啊，这种纹饰基本上就很少见到啊。那么要烧的话，就是在一些碗盘呀，比如说英系呀什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啊，另外一回事。但是作为龙纹来讲呢，那个时代啊，主要采用这种工艺啊来装饰。那么这个地方还要强调一点，我们看到黄彩啊，这个叫低温黄釉和低温这个铜绿啊，都低温炉子烘烤的。里外黄我们又要强调了。国朝公史当中专门讲到过里外黄的问题，里白外黄的问题啊。清代里外黄，这个是皇帝、皇后、皇太后使用的。对，如果外边黄，里边白釉，那么就是皇贵妃使用。在底下所有的什么答应啊、常在这些都没有资格用的啊。这个里边有一个等级的划分。在封建社会啊，这个等级制度非常森严，不可逾越的。一个黄，一个就是黄，就是怎么说呢？这个黄地儿的，还有这种龙纹的哈，都是象征着这个皇权。对，那不是说大家谁都能用的。而且呢，就是有可能这个在明代的时候，对于黄色，包括这个龙纹的这个界定会更加的严格啊。对，这种肯定就是宫廷使用的一个装饰啊。对。所以呢，这个就是我给镜头前的朋友呢，要特别强调的地方啊。大家我们看了这种东西以后呢，首先第一，这种黄啊，它是这个帝王用器啊。刚才我们就是包括我们现在镜头前的刚才我们镜头前给大家看的这个扎斗，这个扎斗这种东西啊，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这个扎斗嘛，无非是涂点杂物这个放在桌上涂点骨头之类的东西，但实际上我告诉大家，扎斗的地位远远超过其他任何用器，所以我们今后遇到扎斗这种东西啊，尤其是藏家要注意，这种东西只有皇帝和皇可以用包括这个皇后可以用的。连皇贵妃都没有资格用的，因为这个国朝公史当中规定的非常细，所以遇到了这样的东西，那么我们特别要小心这种东西的级别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东西。我们光说这个东西，能值多少钱，它不是这个概念，因为它在社会的地位当中远远超过他们，不可以同日而语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做一个常识要去了解它。作为一个历史，它这个地位我们要知道它，这样的话你收藏才有价值嘛，对不对？你给别人讲的时候，你才可以有个说辞嘛，不然的话你说什么呢？对吧？这是扎斗，这个土什么东西的，不是这个概念，完全两回事情所以话说到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瓷砖，实际上你看了这个东西，道理它是一样的这种东西它绝对不可能是一般人所可以享用的。即便这件东西可能是一个镶嵌，也许是镶嵌在墙上，也许镶嵌在某一个地方，但是它不是任何人的地方都可以用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确起来。也许呢，有些人对这种东西呢兴趣不大，但是作为一个常识，作为一个知识，你必须要知道，不管你觉得好不好，这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和规矩我们做这个文物收藏的人，如果不懂规矩，不了解历史，那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太幼稚了这不可以的。所以我们今天拿了这件东西以后呢，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最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底下它还有一个款，来给一个镜头，这个上面有一个字这个字呢是一个酒，这个我们讲喝酒的酒。
那么这件东西究竟是镶在什么地方呢？那么大家去遐想吧，啊，脑洞大开，你可以去想去。但是它这个上面确实有一个字在上面，那我必须要告诉大家，当你买到这件东西的时候，都不知道上面所以然，这个东西有点不太对。但是上面有一个什么东西，那我必须要向你汇报，告诉你它是怎么回事儿，啊。反正我们为什么挑这一件东西为大家介绍呢？我是觉得这一件还是挺少见的啊。对，就是这么厚的瓷砖，而且是明代的黄地儿带有龙纹的，象征皇权的这种瓷砖啊，真的是，我觉得可能要比大运瓷啊那些要少很多啊，这种还是比较少见的。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常友们啊，可以认真去考量的一件东西。是的，非常有意思，啊。好的，那么我们就换下一件。换下一件。好，那么这一件呢？这一件我看一下图录号啊。这一件呢是我们本次2420号的一件拍品啊，2420号的一件拍品，那么是选自我们北京工艺美术专场的一件拍品之一啊，拍品之一。那么这一件拍品呢，整体的品相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看到，除了这块儿有一个小的一个缺口之外啊，当然由这个缺口引出来一道小冲线，那么其他的地方都是完好的。这也是作为这边好像还有一道冲线，那么这个呢，作为北京工艺美术专场的拍品来说，其实这个品相也算是相当不错了啊。因为北京工艺美术专场就是到现在为止应该合作得有6、7场了吧，6、7场了。然后经常关注我们拍卖的这个朋友，大家都知道，这个工美专场的每一件拍品，你哪怕是它再残，那么它还是受关注度依然很高的啊。那么像这种呢，就是说品相相对来说比较完整啊。而且这个黄地儿呢烧的也是非常的漂亮的这种级别，我觉得应该这周5的晚上这一件的价格应该不会说是低到哪儿去啊，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北京工艺美术专场的其中的一些拍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它这一件呢，这个盘子的尺寸是比较大的啊，它口径是，我这个目测应该得有20多公分吧，20多公分。然后呢，它是以这个玉兰花作为装饰，然后以它这个黄地儿作为地子啊，然后它的这个背部呢，它的这个底部呢是落了一个铜制粘制的这个4字的款，这个熟悉铜制这个大婚瓷的朋友大家也知道，那么像这种呢就是属于铜制大婚瓷的一个范畴。说到铜制大婚瓷呢，那么我们又不得不提这个慈禧太后哈。同治呢作为慈禧的儿子，在这个同治皇帝不到12岁左右的时候，那么慈禧呢作为他的这个母亲，就已经在开始筹划他的大婚所用的瓷器了啊，就是不管是这个普通老百姓，还是作为皇家的这种儿女也好，皇家的这个母亲也好，就是当母亲的这个心都是一样的，都是希望把最好的留给自己的孩子，对吧？那么从这个同治还不到12岁开始，那么慈禧呢就这个让御窑厂已经在开始烧造同治大婚瓷的这个一些东西，对吧？然后作为这个纹饰来说，我们也是可以从这个官样御瓷里边去来找到它的原始的一个图稿的哈。然后这个由工匠按照这个图稿，那么做成这种带有玉兰花纹饰的，那么有盘有勺。有这个扎斗，那么还有什么碗，各种各样。那么根据这个花样呢，比如说各个款式烧多少件，这个都是当时有明确记载的。而且呢，在烧造这个大婚瓷的时候，因为第一次送过来的这个瓷器啊，就是令慈禧太后不甚满意啊，当时也是，就是做了有一个记录啊，就是说慈禧太后对于第一次运过来的大婚瓷是不太满意的，所以下令重烧。所以呢，我们可以想到，就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这个同治大婚瓷啊，都是代表了当时在慈禧太后亲自的监烧之下的一个最高水准。
也是当时就是同治年间的一个最高级别的瓷器啊。所以，而且呢，这个玉兰花呢，我们知道慈禧呢，它是作为这个咸丰皇帝的就最早的一个贵人哈。然后当时呢，就是咸丰皇帝对于慈禧他是非常喜爱的，给他的一个称呼叫兰贵人。为什么呢？因为咸丰皇帝和慈禧太后都是非常喜欢这个兰花，所以呢，就把这个兰贵人的称号给了这个慈禧。那么我们通过这件瓷器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么慈禧呢也是把她的个人喜好啊，这个玉兰花也是给它展现在瓷器上面，作为她的儿子同治皇帝大婚时候所用的瓷器的品种之一啊。这是非常高级别的一件瓷器啊，来自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的一个库存，所以是传承记录也是非常明确，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件标本级的一件拍品。对，这件东西因为尺寸比较大，而且呢保存的基本上应该说还是完美的啊，完美的，因为这个出处呢比较好啊，既然是作为他们博物馆里边能够拿出这样的东西来，那么它这个级别的话，相对来讲就是比较高的啊这么一件东西。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对这个晚清啊这个瓷器研究的这些藏家们，这个是值得重视的，因为在历史上有一个同光中兴，同治光绪时期叫同光中兴，中兴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提振民族工业，啊，把这个朝纲也要提振起来。所以这段时间呢，同治光绪时期这段时间呢，对于这个国家对民族工业的支持还是比较大的。至于说这个慈禧太后呢，因为第一批为儿子烧的东西烧得不满意，叫他重新再做呢，也就是说对他们的要求，尤其是对御窑厂的要求就更加的严格。所以他这批东西烧出来以后那么东西的色彩、绘画的技法、色彩的搭配，它都是非常严谨的，不可以大而化之，马马虎虎。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上面的这个绘画，这上面的兰花刚才我们的这个董小姐讲了，这个兰贵人，她把自己的喜好，作为一个女人，对这种花卉的喜好都淋漓尽致的表现在了这个纹饰上边因为我们这个故宫里边专门有个官样的是吧？那本书是吧？对，官样御瓷。官样御瓷当中就出的图案给慈禧太后审阅。那么这个审阅的这个纹样，如果不合适要修改，不好要去除掉，一定要等慈禧太后点头应允了，那么这个东西才可以去做。那么像这件东西上面的兰花，都是得到慈禧太后应允的同意的东西，这才可以去做，也就是我们讲的那种传办瓷。你必须要按这个标准来，你不可以有任何的僭越不可以任何的改变。那么所以这种东西呢，可以用4个字来讲，叫一丝不苟所以这种东西的，无论是这个尺寸，无论是胎体的陶炼技艺，然后是对色彩搭配，都是做到极致。所以我们讲同光中兴对清代瓷器，除了康雍乾3朝以外，大概最好的也就是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不说它是回光返照但是这一段时间出来的瓷器是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的。对所以我们研究瓷器的人，收藏瓷器的朋友，我们应该了解历史的这一段的辉煌把它珍藏起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它的价值也是比较高的，因为无可替代的、不可改变的这么一段时间这个呢就是其中这个一种类型的，当然还有很多还有很多喜鹊灯眉对，是吧？给大家再还有很多的很多的东西。
都是在这段时间当中的。所以我们曾经做过这么一个皇帝清晚期的这段展览，这个展览做的，我想在北京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是吧？的确受到很多朋友的重视，也得到了大家的追捧。我觉得这个是对的这没错，这个不存在任何的什么炒作不炒作，跟它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拿东西看，我们按东西来说话，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宗旨，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则底线。那么这件东西呢也是这样，无论外边里边的这个柠檬花加上兰花和外边的缠枝莲花，都是做的一丝不苟，而且色彩搭配绘画都是做到最好做到最好，而且这个款式一看，这个是请大家注意现在这种东西有仿，如果说按照这种标准，外边的绘画包括款制的写法能够达到这种标准，那才是真正的官窑器。如若不是这样，请镜头前的朋友要三思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件标本级的拍品标准器，也是来自于我们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然后这个上面有我们博物馆的这个老的这个标签，这是他们这个老的第一代的1957年的标签。第一代的标签。这个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下的，因为工艺美术博物馆当初这个它是2代的，这个第2代了，它是1956年，我们中央提出来双百方针，什么呢？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么提出这个方针以后呢，北京市政府也很重视，然后就成立了一个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是在1957年。然后呢，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相关的博物馆调拨了一批资料给研究所进行研究分析参考。因为我们过去说老实话，国家3座大山刚刚推翻，国家是一贫如洗，很穷，没有条件，怎么办呢？只有拿这个东西来作为参照来研究，让我们的这些艺术家们，我们的研究者们有一个参考的依据。这样的话呢，通过我们学习研究参考，我们再去制作类似这样的东西，也是希望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够非常流畅的能够传承给后人。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呢，就是1957年调拨给这个研究所的。后来研究所呢，因为形势的变化，又成立一个工艺美术博物馆。这批东西又到了这个博物馆里边来。对，作为陈列的一个教材。作为教材和研究的数据了。那么其中有一部分呢，依然还在陈设那个地方供大家研究，还有一部分呢，因为它的收藏价值已经不高了，才会走到我们今天镜头前大家面前。对。这个呢，我要给大家讲明它的来龙去脉。对。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是觉得工美博物馆的东西，大家就是能拥有一件，咱们就是一件，而且就是往外拍卖一件，咱们有可能就是少一件了。对。因为毕竟这个体制内有可能某一天它就不往外出了。对。所以呢，大家如果能拥有一件这个博物馆级的这个标本级的拍品我觉得是您的荣幸。对。好，那么我们来换下一件吧。来。好。这一件也是来自我们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的第2446号拍品这一件是清光绪藕和地儿粉彩这个花卉纹花鸟纹的一件高足盘那么它的整个是以这个藕和紫地儿为地子，然后在它的上边呢是以粉彩来画了这个盛开的这个花卉还有这个飞鸟，
然后在它的边缘呢有大雅斋的这个3字款，另外在大雅斋的边上呢有这个天地一家春的这个篆书款啊，篆书款。然后在它的这个圈足底足的这个地方也是，这个有这个海水江崖纹的这个纹饰啊。我们刚才也说，这个海水江崖纹呢，我们经常能看到的就是在这个龙袍的边缘都会有这种海水江崖作为装饰啊，所以一般有这种海水江崖纹饰的这种器物呢，我总觉得它是非常的具有这种气势感。为什么？因为它有这种威严。海水江崖呢也是具有一统江山永固之意啊。然后并且呢，它的这个高足的这一部分有一圈这个凸起啊，凸起的上边以这个金来作为一个装饰啊，就好像一个金环套在这个上边。而且呢，它这个凸起的边缘呢，它还用这个矾红来进行勾勒描边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金啊，边上还有这个矾红来进行描边，所以说它的这个处理方式上面是非常的考虑细节的，然后这一件应该也是这个咱们也是慈禧太后当时在这个大雅斋所用的一件陈设器。这件东西啊，这个我们镜头前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光绪时期啊，一个是大雅斋，一个是储秀宫，还有什么呀？还有一个叫什么来了？大雅斋、储秀宫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叫什么来了？我忘了啊，一下子忘了，一下子说不出来。那么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就是提醒大家注意，这种东西呢都是传办的，而且是定烧给某一个地点用的，就跟我们讲圣德堂一样。圣德堂为道光皇帝在圆明园的圣德堂这个地点，对，体和殿，对，哎呀，谢谢体和殿，体和殿，对，这个3个啊都是慈禧太后生活起居的地方。那么，所以这种东西呢，它和大运祠完全不一样。大运祠是每年规定多少，给我多少钱，烧多少东西，或者根据宫廷的需要，你这次罐啊、瓶啊有多少几个，是吧？仅此而已。但是它这个不是的，它这个是我大雅斋，我储秀宫，我体和殿，我现在需要什么东西，你必须要给我烧，啊，那么再留点余量，啊，仅此而已。所以它的这个量和大运祠和其他的瓷器比起来，它的数量就那么多，除非是仿的。所以呢，东西本身，我们按照我们的传统观念来讲啊，物以稀为贵，东西少，但当然稀罕了，对不对？因为只有这么多，一样的道理。大雅斋也好，体和殿也好，储秀宫也好，都是慈禧太后个人居住起居的地方啊，它这个烧造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所以你想要多不可能。那么在市场上流通的，除了我们博物馆收藏的以外，市场流通的东西也不多的。所以看到一件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啊，作为一个藏品，那还是非常值得的，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那么是我根据这个历史沿革以及慈禧太后清宫档案提供的数据做出这样的判断的。第二，这个颜色我们看了，这个是一个高珠盘，对吧？这个里边的色彩，紫色调，我们叫藕褐色。那么藕褐色在瓷器上大量使用啊，告诉大家，它的上限在什么地方？咸丰。咸丰时期出现藕褐色，与谁有关系？与我们这个宝贝的这个兰贵人有关系。因为咸丰特别宠兰贵妃，兰贵妃既然这么喜好这个
藕褐色，所以这种色调就成了咸丰以后主体纹饰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色彩。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东西啊，你马上就会想到它高不过咸丰啊。那么从上线开始往下切，铜质、光绪啊，实际上用的最多的光绪最多啊。这个时候就是包括我刚才讲的大雅斋，体和殿，包括这个储秀宫，主要是慈禧太后用的多。作为一个女人，对于藕褐色这种色彩，她相当的喜好和敏感。那作为男人来讲，你像这种颜色，我不太喜欢，是吧？这完全和我们这个观念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讲对女人来讲，她对这种色彩的喜好，这也是我们不能体谅的。再何况她是塔尖上的塔尖，她的需求只有她说了算。所以我们看到藕褐色的时候，我们在鉴定的过程当中，也很快脑子里面要反应过来，这个东西啊，它不可能超过咸丰的，啊，那么你说这种颜色难道其他的东西里边没有吗？刚才我们给大家看到的第一件，那个八宝纹的那个大牌里边，它有一个莲花呀，遍体莲瓣，看见没有？就是这种紫色调，看见没有？这紫色调就是我们讲葡萄紫这种颜色。其实它和藕褐色呀略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同，也就是说这种紫色调啊，其实在这之前已经又用了，但是藕褐色又比它要重一些，那么只有后来才出现。所以这一点呢，就以前没有这么大面积的用，不这么大面积的装饰的，而且呢，作为一个背景，你比如说白的，它是可以作为背景，它这个不是，它用藕褐色做背景，然后再在上面加上粉彩、花鸟这种纹饰。什么时候有？也就是这一段时间才开始有的啊。因为我在过去的工作当中，在这个咸丰时期的器物当中，偶尔发现了使用这种装饰技法的，在道光是没有的，所以它的起点是在咸丰，然后再逐渐越来越多啊。所以我们在鉴定的过程当中啊，无论你学者也好，你是好者也好，长者也好，那么你必须要懂得这个起码的这个知识点，这有助于你鉴定啊、判断呀，是吧？这个太重要啊，这个太重要。所以我们讲，其他的都不重要，因为你在收藏的时候，你要用真金白银去收藏一件东西，你结果对这个一无所知，那这个就很奇怪了，这个是不可取的一种态度啊，不可取的态度。所以我们今天看了这样东西，看见没有？这个上面的这个大雅斋几个字，以及旁边写的天地一家春，都是有讲究的啊，都是有讲究的，这个都是我们今后要研究的啊。你这样的话才不可以出错啊。那么像这样东西，你一看，无论用色啊，用的呢清澈干净，没有那个絮絮拉拉啊，那个乱七八糟、脏烘烘的这种东西，如果有的话，一定有问题，肯定不对的。因为慈禧太后对这些东西的要求，它是非常严苛的。如果你看到这个上面色彩很脏，那一定是有问题的啊。这个呢，因为慈禧太后为她的儿子烧了那么多，她太清楚了她的要求，而且更何况底下的工匠谁敢呀？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东西，应该是开门见山的，啊，就能看出它这个东西本质究竟如何。对，与它相左一定不对，啊，不管你仿的怎么样，与它相左肯定是不对的。与它相符那就没问题啊，没问题。这就是我们讲今天这个工艺美术博物馆拿出这么一个高足盘来啊，尤其用藕褐地粉彩花鸟的这个高足盘，大家看一下啊，认真仔细的去看一下，观察一下，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不多见的一件作品
对，非常好。我们每次工美的专场啊，就是说，给大家上拍的这个瓷器的数量啊，可能不会太多啊，但是我觉得每一次都能得到大家的这个热烈的反响、热烈的回应啊，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啊。我们今天下午的直播呢，也是选了2件啊，还有刚才的那个，黄地儿玉兰花的大盘啊，然后也是只选了这2件作为本次工美专场我们。为大家来进行讲解。那么除这2件之外呢，我们还有，我们这次工美专场瓷器的数量一共应该有10好几件吧。那么具体的这个拍品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易趣小程序上啊来进行关注啊。然后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呢，也欢迎在我们这周5的晚上，11月4号的这周5的晚上7点30分，我们将会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啊，进行这个直播讲解拍卖的环节，所以也请大家不要错过啊。如果有需要参拍的呢，也欢迎和我们现在所在平台的这个官方客服取得联系，我们也将会为您办理这个竞拍的事宜，也会告诉您怎么来参拍，好吧？目前我们快手上啊是只能进行直播啊，我们快手上现在正在收看的网友啊，刚才有朋友在问能不能参拍。快手只有直播，不能进行拍卖啊。所以您如果需要拍卖的话呢，要和我们现在的这个官方客服取得联系，然后我们会告诉您怎么来参拍。好，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件啊。那么大家如果有其他感兴趣的拍品呢，也欢迎在直播间下方来进行互动，告诉我们啊。如果没有更多的这个拍品讲解的需求的话呢，我和汤老师讲解完这一件呢，我们将会结束今天的这个直播讲解的环节。好，我们来看这一件啊，这一件是我们本次2078号的拍品啊，清嘉庆的斗彩冠套寿字纹盘，斗彩冠套寿字纹盘。那么我上次说这个有客户对于这个斗彩和青花五彩有疑义的，其实就是这种制式的盘子买完之后呢，跟我说这个不应该叫斗彩，应该叫青花五彩。那么在此呢，我也想再次的跟大家说一下，关于斗彩这个概念，我们就是说从广义的这个分析来，广义的这个说法来看，就是只要是右下彩和右上彩相结合的这种方法。它是相斗成趣啊，都是斗彩，斗彩。而且呢，这一说法我们是可以从故宫的这个专业的出版书里，我们是可以找到证据的啊，不是我们自己瞎说的。那么关于这种盘子呢，我们现在在拍卖行业来说，我们一般还是给它叫做斗彩冠套纹寿字盘，好吧？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件拍品啊。那么它的盘心的主体纹饰呢是盘心以一个团寿居中啊。然后它的周围呢是以一个类似梵文的这个8个寿字来围绕在它旁边啊，那么也叫团寿啊，团寿紧紧围绕着一个大的团寿。然后它的边缘呢是以这个绿彩还有这个矾红彩来进行绘制了一圈这个冠套纹啊，冠套纹。那么和这个寿字连在一起呢，也是。这个怎么说呢？就福寿连绵的这个意思吧。对。福寿连绵的意思。另外呢，在它的这个盘子的外壁啊，也是啊，那这个就是非常明确的这个斗彩啊，这个寿字比较斗彩啊，也是以青花勾勒的。对。然后在这个盘子的背面呢，是有8个变体的寿字。然后其中间呢，也是以这种冠套纹连接起来啊，象征着这个福寿不断、福寿连绵的感觉。然后在这个底足的中心是落了一个大清嘉庆年制的6字3行的篆书款。那么这件为什么要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呢？我们是觉得就是作为嘉庆一朝来说哈，就是它的烧造的瓷器数量是相对。乾隆啊、康熙啊来说，它是相对比较少的。对。因为在他的父亲哈，就是乾隆皇帝，在乾隆皇帝60年的时候，乾隆退位，退居为太上皇，然后嘉庆
这个就位了以后呢，其实整个宫廷里边的这个大大小小的事务呢，依然是由这个太上皇来主持吧。就是嘉庆虽然贵为皇帝，但是他做什么事情都要去请示他的这个父亲这个乾隆皇帝。所以呢，在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其实有好多瓷器还是落的是乾隆的一个本朝款，就是说在乾隆当太上皇的时候，有一些瓷器还是落的是乾隆的一个本朝款。那么从嘉庆4年以后，就是嘉庆皇帝正式的执政，一直到嘉庆的15年，是吧，汤老师？到嘉庆的15年，然后这个总共也就11年的时间，烧造的有嘉庆款的瓷器。对。那么在嘉庆15年以后呢，由于这个国力的衰退啊，那么国力的衰退呢，也是源于它的在乾隆年间呢，这个腐败呀，这个太多啊，腐败太多。那么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比如说这个和珅，这个贪污腐败呀等等啊，然后也是直接影响到这个到嘉庆一朝的这个国运吧，算是。对。所以在嘉庆15年以后呢，为了节省这个开支，当时呢就是下令就是按需所烧，对，不会说是每年再去烧。按惯例去烧这个大运瓷啊等等，因为也是为了节省这个国库的这个开支。所以说呢，嘉庆一朝落有嘉庆本朝款的瓷器，相对来说是非常少的啊。这也是我们为大家来介绍这件拍品的一个原因，也请大家来关注一下。而且整个这件拍品呢，它的寓意也是非常非常好，就是福寿不断，福寿连绵。对，请大家关注。对。这件东西呢，刚才我们董小姐已经讲了啊，它是一个斗彩的东西，主要是贺寿，啊，这个题材呢，包括这个造型本身，大家尤其我们镜头前的朋友要注意啊，这种造型、这种纹饰，是从清代雍正时期开始的，完全是按照雍正时期的这种纹饰造型把它延续下来的。那么，所以这件东西呢，如果说我们要追源头的话呢，应该是从雍正去查阅，因为康熙时期这种做的还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雍正做的，你看这个造型，口沿是直口，这个它的这个盘壁啊比较的丰满，啊，这个整体这个造型呢，如果你从侧面看的话呢，很像是雍正的东西，但是呢，它底下落款恰恰落的是大清嘉庆年制，那说明这件东西啊，它是承上启下的一个作品，它把这个雍正时期的这种制作工艺啊，完全把它接受下来。这个呢，就是包括雍正、乾隆啊，延续到嘉庆，而且这种工艺呢做的这么细啊，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讲的叫钱家货啊。我们过去老一辈儿，尤其是曾经经常在做这方面是个古玩生意的一些老前辈啊，把这一类的东西都归到了钱家这一段时间。刚才我们董小姐讲了，因为乾隆是为了对他祖上的一个崇敬，他60年他就退位了，因为康熙皇帝是61年，他60年。所以他为了对他这个祖上的尊重，他60年他就下来了，让给他的儿子啊来继位。但是呢，他享受的待遇是太上皇的待遇，在清宫里边依然叫太上皇，所有的这个需求啊都是按照太上皇的要求来做的。而嘉庆皇帝本身所要做的啊，提振朝纲，惩治腐败啊，然后呢，节约开支，啊，这个政府的开支一定要节省，这个就是他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呢，你可以完全放心的讲，这种东西就是钱家货，完全把乾隆时期工匠所做的那种工艺啊，制作工艺、绘画工艺，全盘的接收下来。因为我这个接触过不少这种钱家货，底下虽然落的是嘉庆款，但是老远一看这件东西啊，它就是个乾隆的脸，根本跟嘉庆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吧？就是看的就是个乾隆，只不过把它翻过来一看，哟，底下落的是嘉庆的款啊。像这种东西呢，
特别有意思，啊，那么也是特别要重视的，因为到了这个嘉庆11年以后啊，所有的这种大运池都是减半的，本来是1年1万的白银，就变成了5000，15年以后基本上就砍没了，就是有则供，无则止，就变成了这种要求啊，因为我需要了我才烧，不需要了不烧。刚才我们董小姐讲得非常细，是吧？这种情况呢，和我们后来看到的一些嘉庆的那个瓷器啊，明显和嘉庆早期的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呢，也是我们在鉴定的过程当中，如何去区别清代这个嘉庆早期、中期、晚期东西的时候呢，这个工艺有很大的变化啊。所以我们在看这种东西的时候，这个特别要小心啊，认真仔细的去甄别，这样的话才有助于我们能够把早中期的东西啊，把它有机的把它区分开那么外边的这个字啊，有一点点像什么呢？有一点点像鸟篆，就是它虽然也是个寿字，但是它这个篆字完全变体了，变得跟我们正常的汉字的那个寿字啊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古人呢对文字的这种研究和那种夸张的变化，和我们正常的写法完全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后人呢要对前人的这种创造和发明呢要加以了解，这是我们后人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字体的这个变化，我们很容易的把它要甄别出来，而且明确的要说出这就是寿字啊，长寿连绵啊，寿字连绵，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件东西本身所要告诉我们的它的文化内涵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在这个推介的这个几个器物当中嘛，尤其要和大家要讲清楚的。还有刚才我跟大家讲的那个9碗山房的那个葵口斗彩的那个牌儿，我特别强调了它的竹的处理方法。现在我们看这一件，看见没有？这个竹啊还是泥鳅背，是圆的，尽管胎釉交接处有火石红，就是铁的吸金的呈现，但是它的竹端是圆的大家要注意，是圆的，说明这个东西它还依然靠着这个乾隆往前靠那么相对呢，和我们讲雍正和官窑那个真正那个泥鳅背还略微有一点点的变化还是有一点点变化的，就是这个竹墙变窄了，这就和后来的讲泥鳅背那个鲫鱼背有点相似。这个就是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变化是的，是蛮重要的这个就是我最后呢再补充一点点，告诉大家在看这样东西的时候，尤其是嘉庆时期的东西要特别注意。最后再强调一点，嘉庆10几年实际上它烧造的官窑瓷器，它的数量极其有限，不是像乾隆大量烧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嘉庆，无论是官窑的也好，民窑的也好，这个数量之大是嘉庆时期官窑民窑不可比拟的。这个呢是我们关注的一个要点。所以像这样完整的，从器型纹饰到色彩，包括这个里边团寿的这个上面精致的保存的这么完美，都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作品非常难得。所以这就需要我们镜头前的朋友要认真仔细的去思考像这样的东西，无论从学习收藏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历史当中，它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更改的。我们要尊重它，认识它，了解它，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收藏者、爱好者必须要明白的一个基本道理，好吧？
嗯，是的。好的。好，辛苦汤老师了。哎。啊，那么直播间的您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有啊？这个也特别感谢大家啊，陪伴我们一下午了啊。那么在这个直播的最后环节呢，还是要跟大家再重申一下我们本次拍卖会的一个时间安排啊。今天是我们预展的第1天，那么今天11月2号到11月4号，这3天我们都将在我们这个北京的异空间再进行线下的预展。那么同时呢，我们在网上也包括易趣的小程序啊，也都进行同步的网上预展。11月4号的晚上，也就是本周五的晚上7点30分，我们将要进行的是北京工艺美术专场的直播讲解的拍卖。那么届时呢，将由我、还有汤老师，还有我们来自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的这个副书记啊，一个美女书记木子，来和我们一起进行直播讲解。本周五的晚上7点30分啊。然后本周六啊，11月5号的下午1点半呢，将进行的是重要中国瓷器的这个拍卖师的现场拍卖举锤环节的拍卖。11月6号啊，本周日的白天，我们目前在小程序上为大家展示的各个限时拍的场次将会依次节拍啊，所以呢，也请各位啊，我们现在进行同步直播的各个平台上的您，如果想要参拍的话，欢迎和我们这个所在平台的这个客服人员取得联系啊，欢迎您提前做好参拍的准备，好吧？如果您在预展期间，包括在拍卖的之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呢，目前我们有部分的客户呢，可能手里边有我们这本图录啊，那么也请各位注意，我们不光这一个专场啊，我刚才也说过，我们还有其他的各个专场。这本书呢，只是11月5号，也就是本周六下午的一场拍卖而已，还有工美的拍卖，还有其他限时拍的拍卖，我们都将会在已经在这个小程序上为大家展示了啊，请大家不要错过啊，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那么今天下午的直播就到此结束。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3点，将由我们朱杰老师继续为大家进行我们颜色釉板块的直播讲解，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再见。